几秒钟之内连烧了7、8台电脑，而且电脑烧坏的都是这个电源。都烧了。一下连着烧几台电脑？7、8台吧。7、8台。这个电脑就是都在用。现在这是用着，就从这一台电脑开始烧了。对。我不看这个，我就看你配电箱。配电箱这里是一个，怎么配电箱？总的就这一个吧。这是分的，这是办公室的吗？我是找办公室的。动过吗？电路？没动过。没动过。监控的电源，从这个交换接送的就烧了。大哥，昨天跳闸了吗？烧一两没有边都在跳了。没有边都跳这儿跳。这个跳了。对，就它。昨天这个跳了。对。跳了以后就。这就不知道了。昨天就是烧完电脑以后，你发现这个跳了。反正我出来的时候，这个就已经跳了。就是烧电脑之后看这个跳了。烧完之后烧完电脑以后，你出来看这个跳了。对，反正我出来看时候。就跳这儿。对，就跳这儿跳了。好，这就结案了。这就知道了。这是个零线，你零线居然单独走一个空开，这种接法单独走一个空开，而这是3路火线，2路火线，好吧。这个不该外边试啊，不该外边的试，不该上一级的试，就是因为这个跳了的原因。零线空开25安，火线空开63安，下面接出2路火线给插座，而零线单独用了一个空开，这是兵家大忌。如果电流过大，零线的电闸一跳，插座220的电就会变成这2项火线之间380伏，所以会烧坏电器，烧坏电脑。像这种零线单独接空开的3项4线电路，因为断零而烧坏电器的案例太多了。它这个可以直接把零线接到总闸下面，它这个最边上是零线。我也遇到过像这种空开里面接触不良导致烧坏电器的现象。这是3根火线，电压都正常。我得先断电了啊！断不断可以断的。像这种断电得断火线，如果你断零线会烧电器的。断完以后我直接，它这是怎么接呢？我直接给你并过来就行了，把零线并过来，直接从总闸零线接口并过来一个零线，他们家用电比较少。好了，可以正常用电了，这样这个烧电器的问题就解决了。刚才就是多问了一句跳没跳过电闸，就让我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原因。好了，这个活得感谢运气，也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在评论区多多指点。这个电箱被拆得很乱，有3个师傅来挑战，我是第4个。据说这个故障现象很诡异，自从修了这个灯，屋内所有的灯都会闪，而且半夜会自己亮，就是不开灯的情况下它会自己亮。客户表示心里很害怕，而是同行介绍找到了我。那这个灯修完以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？把电送上看一下，送上电开灯，灯正常亮，这没问题呀。其他房间的灯也没有闪呀，都很正常。所以我想看故障现象，但是它就是没有出现。他们说会偶尔闪一下，我在等，我等的花都谢了，它还是没有闪，那我就动手了。动手先测什么呢？先测一下电压。电比测零线，零线是带电的，11伏，这个不正常，应该是0伏。这个10来伏会导致灯微亮，
测火线还行，零线为什么会带电呢？把灯关掉，看电压还有没有。再关一个，哎，关哪一个没电了？关这个。一开大厅那个灯，一开大厅那个灯，这个，哎，也不是。再开，关了大厅灯，关了就没了。把其他屋灯都打，哎，还有，关。断开所有的分闸，测零线不带电，把灯电路送上电，再测。刚才11伏，现在18伏。上万用表测量电压。电压还不稳，这是开灯状态是吧？现在灯关了吗？这开了。电压还不稳。火地电压，火地电压高，也就是说零线好像有虚接的地方。把灯关了，把灯关了，电压还变低了，零线虚接了。我这边开了，关了更低。这个时候用电笔在测零线，电压在上升，电压一直在变，一会大一会小。30多伏，电压还变低了。把所有的灯关了以后，电压还变低了。你开一个灯，电压高上来了，关掉。很明显，这个电压不稳，一会高一会低。拉掉所有的电闸，就是在不用电的情况下，电压很足，很好。送上电，电压就变低。这种情况一般就会考虑零线有可能是虚接的。为啥说是零线虚接，而不是说火线虚接呢？可以测量火线与地线的电压，这个电压很足，很好。因为火线和零线的电压，火线和地线的电压应该是一样的，但是这个就不稳，这个就变得很低，这就说明火线是没问题的。所以这个要下楼去看一下主线。楼下有电表箱、配电箱，去看一下，看一下接线有没有问题。你好，大叔。哎呦，哦，好。100。哪个是你家的？这个是这个。这个上面这个，就上面这个。啊，这个是你家的是吧？对，昨天这不给我电业局换了个这个玩意儿，换了个电闸。咦呀，它这个零线主零线怎么都带电呢？但是人家这个不带呀。你家这个为什么带呀？带电。看零火电压200伏多一点，很低。别人家多好。哪个表是你家的吗？这个表啊。这个是。这电就过来换表吧。表坏了导致的这种现象。很明显，零线的压线端子都糊了，线都糊了，又是没压紧，虚接发热造成的。用电笔测零线应该是0伏，现在是30多伏、40伏，而电表的零线进线是0伏，这样这个原因就找到了。等供电所师傅来换电表了。供电所师傅来了，他这个只能先临时跨接一个临时的零线，而这个电表里边是烧坏了，这个需要换一个新的电表，他们没带电表。现在在测这个零线0伏，这都正常了，火线也正常。家里配电箱电路给它做了个恢复，这样电路就正常了。开始都判断是灯的问题，准备拆灯呢，现在这灯也不用拆了。好了，维修完成，感谢您的观看，
请多多指点。10几米深的潜水泵突然就不上水了，在压力罐这一头测一下电机线，万用表电阻档直接测水泵的这2根线，没反应，表没反应，要么是线断了，要么是电机烧了。把这个水泵拔上来了，看一下它这个电源线是有接头的，客户说才接了不长时间，就从接头这个地方把它掐断，然后再测量水泵电机，还是不好，还是不通，它这个得换新水泵，烧了。水泵坏了应该是很正常的现象，那和电压有关系吗？去看一下它室内的电源，在这里有个压力罐，水泵的这个电源线220的电源要接到压力开关，就是通过压力来控制水泵打水或停水。它需要接一个电源，这个电源在这儿，还是一个老式的电闸刀，那就用新式的电笔来测这个老闸。测进线对地电压，超过了300伏，这边是200多伏，不正常。火线正常是220伏，这个超过300伏。我现在是穿着绝缘鞋，站在板凳上，居然能测出火线对地超过300伏，而零线应该是0伏，现在是200多伏。这是线路不正常，不是电笔不正常。再往前测，前面有空开，还是用电笔测量对地电压，不正常。火线显示 OL 就是超过300伏。对地电压不正常，测灵活电压呢？正常的220伏，所以说他们家的电器还正常用电。再去看一下户外的进线，因为这种现象我既然发现了，我都想给他找一下原因，看能不能处理一下。这是每家每户挂的一个电表箱，曾经虚接烧过。在这个地方测量一下进来的火线电压，超过300伏。也就是说出问题的点在别的地方。每一个电表箱都是从杆上下来的。怎么找？3项4线，3根火线1个零线。这种现象就是某一项火线接地了，对地漏电。但是这种怎么找啊？这路线带多少家也不知道，漏电的点在哪更不知道。每一个电表箱都是下来1根火线1个零线，前后2个电表箱下来的火线可能就不一样。那看一下这个电表箱的火线，还是超过300伏，超过300伏就显示 OL。电笔是测的对地的电压，所以说测零线带电有可能是大地带电，与零线形成电位差，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有漏电的线路。再往前看看，接1或1零进来了，零线到214，火线呢？就这一项对地漏没了，火线的对地漏成21伏了。它这里边是个漏电保护器，如果下面的分支线路有漏电的，它会跳漏电保护器，所以问题还得往前找。这个村里边跑了2路线，看看这一路线有没有问题，找个电表箱去看看。如果不是一个变压器出来的，应该不受影响。看看这一个测的12伏，这个应该是零线12伏。再看一下火线，火线正常210，那它这是2个变压器出来的线，有问题的这路线就是从这个变压器出来的。去变压器这测一下，上面是变压器，测一下它这个架子是接地的，带180伏的电，接地都带180伏的电。再测一下这个中心点接地线，200伏。这种故障现象就是有一项火线接地了，对大地放电。关键是接地的地方在哪呢？你看它有电压，但是用钳表掐，它还没有电流，电流很小， 0.1 安。相隔100米，这个地方还有一台变压器，这是另一个村的变压器，
变压器的零线和外壳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中心点，它是接地的，通过接地排是接地的。测这一个上面都没有电压，它这个线路是好的。变压器出来的线到这儿，这分了一路，这分了一路，那分了一路。刚才给姑娘说的师傅打过电话了，一会儿过来人排查。这路线往那走有几个小工厂，还有一些大棚啊、菜地啊啥的，去那边看看。我先看看能不能发现问题。从那边过来的，这边接了好几路，这拐的电缆线，从杆上下来的电缆线，直接用钳表掐电流，掐整个电缆线，看上面有没有电流。如果有电流，这个电缆线是漏电的；没有，是零。那还得往下一路走。从那边，这边有工厂，排查到这一块吧。进屋了。你看测的现在你都分不清是零线还是火线，一个电压高一个电压低，高的并不一定是火线。看一下它的上面的配电箱吧。180、39，这个应该220的，漏的真39了。这个零线在这带180的电，比我家大了。定个39，这项是有问题的。这项电那个，这项电一火一零，1.2安的电流，漏电，这路是像是漏电的。这过来，到这就是这一火一零，这一火一零，漏1.2安的电流，上面7.9安，6.7安，7.3。6.6，火线出去7.4，回来6.6，这就是漏电的。干嘛呀？这个顺着这路线出来以后，接入了这个配电箱，配电箱又分了好几路，这是哪一路在漏电呢？是不是它的问题呢？先用电笔测，这是火线23伏不正常。应该是220伏，零线190多，现在测是不正常的，把电闸断开以后再测。刚才23，现在是220，正常了。这个红色电笔带数据保持功能，所以判断它后面的线路是有问题的。这个时候再回到屋里再测一下这个主线，看看三相电。这个正常220，零线还是带电压30多伏。这一路正常，这一路变低了，应该是220，现在190多，也就这一项还是有漏电的现象。这个漏电的现象不知道在哪。这一项刚才30多，现在220正常了。外边的那个电闸一送电，它就变低。再用钳表测量其他的电缆线。没问题，这几路新拉的电缆线都没问题，还是用同样的方法掐每一路的电流，零火线一块掐，这根线是有问题的，
1.4安的电流，就是它漏电。这样顺着这个线找，不会是水泵吧？还真有可能是水泵。你看这个线，又是接的一个水泵，水泵在漏电呢。水泵或电线漏电是对大地漏电，这个后期的处理让他们来协调吧。我只找到原因就可以了。如果把这个总闸拉了以后，看那个零线带电的现象还有没有，断开这个总闸，再测，没了。哎，不对，它这个电闸是断零的，测电闸进线零线还是带电的，问题还是出在上边，所以这个问题越来越难搞。但是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一项电是漏电的，用电笔能测出来。这一项194，这个数加上零线带的电压正好是220。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说。你看火线196，正常是223，220。194加上26，正好是220。所以这项还是有漏电的现象，但是不知道在哪漏的，这样也就排除了它下边的线路是没问题的。所以说用电笔如果测的零线带电，那有可能是火线对地在漏电。拆掉水泵之后再过来看一下变压器这一块，地线带电的现象还有没有？刚才带180多伏，现在带22伏。地线就是零线，零线就是地线，它在变压器这一块是接在一起的，所以测的还是带电。那找到那个漏电的点，解决喽，这个接地就应该是0了，零线也是0。所以说这个速显电笔很方便，我放这了，左下角小黄车，需要的师傅直接拍就行。这个红色款带数据保持功能，接下来的排查更麻烦。不过现在火线的对地电压现在是正常了，但是零线测的带电压的现象依然存在。但是这个零线带电的现象一会有一会没有，它是变化的，这个有可能还是一台水泵在漏电。夕阳西下，我也该测了。那今天先这样了，我得回家了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报价350，来修这台铣床。有电啊，没有任何动作啊，有电啊，有电，没有任何动作。这三元电还有，三元电还有，您得让它吸合。现在的就是说它不吸合，现在问题就是不吸合。所以说这个咱就修不了了吧？你要是哪里把那个坏了什么的弄，这就自己找不出来毛病了。对。控制变压器，输入有，输出24伏。有，控制电路有，没有个图纸，有图纸看看就好了。机亭有吗？机亭有。那你们哪个？这不用启动。这个没有，这个我们正常就是过来这就直接就断了。啊，那下边这个呢？这个就是这样，也不断。这个是控制它。哦。这个是控制它。哦。这个是控制水泵。哦，一点东西没有啊。对啊，没东西了吧？1跟2与0之间应该是有一个24伏的电压，24伏有。2跟0有电压24伏。3呢？3跟0没有。找2到3，2到3不同。2和3之间不同，2和3之间，3和4是机亭，2和3是。这个我刚刚是摁着的。这是。我再试一下，你摁着啊。3有了。对，这个我刚刚启动的时候我也是摁着的。4和0
摁着，哎，有了。正在我犯愁的时候，他们找到了图纸，那就太好了。然后现在闭合不了，是因为 SD 4和5、5和6、6和7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？不知道。旋钮开关啊，这是？那应该就是上面的旋钮开关嘛。KM14高速低速，然后正反转高速低速。4到现在到4到0是有的，4和0是有的，5、6、7、8、10，5、6、7、8、10，5到0是有的。你摁着这个，哎，5到0是有的，6是哪个？5跟6都是在开关那边，6和7、7和8、5、6、7、8，这个有问题，有一个有问题。找这个开关是哪？找哪个开关？不知道，它是一个旋钮，或者是个打档的。旋钮，这个是个旋钮开关。这里是个旋钮开关。这个是旋钮啊，两个都是旋钮。不是，把电线拉开一段，然后这个也是，这个是干啥的？那个是行程开关，控制这个左右的啊。旋钮开关几？这不得7在这了吗？7是什么？7与外壳之间的电，7在这儿，到7这了还有电。到7这个地方还有电，7到8 SQ， 这是个行程开关呀，这个吗？这个KM1吸盒，KM1吸盒下边才有电，你打这些开关转换开关才好使，电机在转。主要是它的原因喽。出来了吧？出来了呀！把电停了吧，大哥？停了啊！没电。这尾动开关啊！啊，它就是个尾动开关嘛。这不11、7，这就这几个尾动开关有个不好的，应该是7跟8，这是8。啊，这是8写的呢，这8，然后这个是10，这是10，怎么样？10，两下就掉了，烂了。哎呀，这还，哎呀，我天哪！换尾动开关就行了，它碎了。所以说整个设备启动不了的原因就是这个尾动开关坏了，导致后面的线路通不下来。买回来新的尾动开关换上，还有螺丝是生锈的，然后螺丝都拧不动，然后我就用斜口钳立着，用这个牙口把它啃下来。我一般都是这样干，挺好使。这样把这3个尾动开关全换成新的。大家试一下，这东西通电它自然吸，通电，对，它就是自然吸的。哎，听那个声音就对，咔嗒就吸上了。运行一下试试。这吸上油，哎，好，很好，这挺好，这个图纸得留着啊，省事儿。没有图纸的话，还得捋。KM1吸盒，后面的KM2、KM3才能运行，那上面这个电机才能正反转。好了，维修完成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这个故障很难修吗？他们自己修了1天1夜，没找到原因。故障现象是插座用不了电，而用电笔测量零线是带电的，带60多伏，然后地线不带电，火线正常。
所以他们就怀疑是墙里边的电线出现了问题。这种情况用望远表测一下电压看看，测灵火之间的电压150伏，再看一下火线与地线250、250伏。这种情况我一般会认为是零线虚接或者是零线断了导致的这种现象，反正就是零线带电是不正常的。下面就开始找原因。反正零线带电就不行。打开配电箱去。几个屋出现这种情况？4个屋。因为它这个使的是4个。这一个带了4个屋。对。能断电啊！现在你也用不了电，我断了。哎呀，轻轻一碰就掉了。对，轻轻一碰就掉了。好，这咋有问题？到这都不行，到这不行。嘿，这活好干，这活好修。昨天修一天休。是修哪了？半夜12点多。修哪了都是？什么？你们昨天打开这些地方了吗？打开了。昨天打开拆了。说是那个插座在某个地方烧了，什么零线火线离太近了，可能是。所有能拆的都全拆了。能拆都拆了。没拆过的。就这种拆了。对，他这都拆了，完了，线都拽出来了，看那个。大概是哪个地方就烧了，但是找了一个烧点，给那个地方不对，对他那个地方烧的还不是很严重，就是怀疑它烧断了是吧？对。还是要用望远表测一下灵火之间是不短路，没问题的。线路是不短路也不漏电。所以它这个是漏电保护器坏了，给它需要换一个新的。看一看我有没有这个漏电保护器，如果有的话就直接给它换上。作为一个资深老司机，这些配件是应该常备的，因为像这个地方比较偏远，再去开车出去买比较浪费时间，这样也能更快的给客户解决问题。找啥？应该就是它坏了。是它坏了？对。不是线坏了。是这个东西坏了，你换下去。这我们不有个新的了？有吗？有拿出来。是这个吗？这个是公开。咋个的？这样的漏电保护器。没你先换。我先换上试试吧。看是不是吧？试试。断电吧？断了。你全断啊？可以没。这个用不了太大功率的东西，你这个线没那么粗。啊？都没电？我看一下。哪个没电？刚才我试的这个。
昨天你们都全拆过了吗？这个是有电的，有电。有电。0.6安，烧坏电闸是电流大的原因吗？对吧？我就跟那个网大哥，我问一下，这个空调也是走的这个电吗？是空调也是，空调开关可是。因为冬天空调的电流会很大。打开空调以后看看电流，8.1，8安多。电压多少？我现在插上了。全部插上了。但是还有一些仪器得到晚上我们才能插，晚上那些仪器是负责充电的。功率再加点。开空调了。空调开了。2.5的线带了4个屋，一个大空调，电流有点高啊。再加上别的电器，电流会更大。只能说少开一些电器。原来烧电闸的原因也可能是电流过大造成的。这个空开的零线端明显有烧糊的痕迹，也可能是虚接发热。好了，这样我就暂时完成了电路的检修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